年终奖到账250元。就因为年会聚餐时叫了新来的秘书全名，我的30万年终奖变成了250。他是我的秘书，代表着我的脸面，你怎么敢直称他的大名？叫他姚老师很难吗？这年终奖只是一次小小警告，你要知道，在这个公司做人比做事重要。我默默听着，关掉了正在运行的核心维护脚本。想教我做人，行。今晚12点服务器全线崩溃的时候，我希望你也这么硬气，别跪着求我回来。听到了吗，小白？在这个公司，离了谁都转得动。别以为懂点技术就了不起，不懂做人，你就是个废物。冯斌见我不说话，以为我服软了，声音更是拔高了8度。我低下头，看着笔记本电脑屏幕上那个绿色的进度条，那是核心维护脚本，是我熬了无数个通宵，一行一行代码敲出来的。而现在，冯总说的对，我抬起头，脸上没有冯斌预想中的愤怒或卑微，反而平静的像一潭死水，手指在键盘上轻轻敲击，进度条瞬间消失。屏幕上只剩下一行行冰冷的系统默认代码，那些是我入职前就在的代码，充满了漏洞和隐患。没有了我的脚本压阵，他们就是一颗随时会引爆的定时炸弹。既然做人比做事重要，那这事儿我就不做了。我合上电脑，拔掉电源，站起身来。冯斌愣了一下，随即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。不做？你吓唬谁呢？小白，你今天要是敢走出这个门，这250你都别想拿，我让你在行业里混不下去。我整理了一下衣领，将工牌摘下来，轻轻放在满是油污的餐桌上，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。冯总，留着你的250去修服务器吧。说完，我没有再看任何人一眼，转身走向宴会厅的大门，身后传来冯斌气急败坏的吼声和摔杯子的声音，但我一次也没有回头。外面的风很冷，但我心里却前所未有的轻松。我抱着自己的私人物品，站在路边打车。身后那座金碧辉煌的酒店里，我的前同事们还在狂欢。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技术部的群消息。冯斌在群里发了一条全员艾特所有人，某些害群之马已经被我清除了。大家不要受影响，今晚吃好喝好，明天开始全力备战春节大促，跟着我干，明年大家都能换车换房。下面是一排整齐划一的回复。冯总英明，支持冯总。某些人平时就眼高于顶，早该滚了。哪怕是隔着屏幕，我都能闻到那股令人作呕的阿谀奉承味。我冷笑一声，点击了退出群聊。回到出租屋，我把笔记本电脑扔在沙发上，给自己倒了一杯水。其实我和冯斌的矛盾由来已久。3年前我入职这家公司时，他还只是个濒临倒闭的小作坊，服务器3天2头宕机，用户流失严重。是我带着睡袋住进了机房，花了整整3个月重构了底层架构，才把公司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。这3年我没休过一个完整的年假，每次系统报警，无论哪怕是凌晨3点，我都会第一时间爬起来处理。我以为我的努力冯斌是看在眼里的，直到半年前，姚婷空降成了冯斌的秘书。这个女人不懂技术，不懂业务，唯一的特长就是长得好看，嘴甜，会哄冯斌开心。她来了之后，公司的风气就变了，原本的技术导向变成了战队导向，谁给姚婷送的礼物贵，谁在冯斌面前夸姚婷夸得好，谁就能拿高绩效。而我因为拒绝给姚婷让路，成了她的眼中钉。今天的年会不过是一个爆发点。我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，心里盘算着，距离除夕夜的跨年流量大促还有不到3天。按照往年的数据，除夕0点的流量会是平时的50倍以上。公司的服务器架构虽然经过我的优化，但硬件设施严重老化。为了省钱，冯斌一直拒绝我的扩容申请。我写的那个维护脚本是唯一的救命稻草，它能实时监控，一旦发现异常，就会自动杀掉低优先级的进程。现在脚本没了，崩溃是必然的。我打开电脑，登录了猎聘网，更新了自己的简历。就在这时，手机响了，是一个陌生的号码。喂，哪位？肖白肖总监吗？我是冯斌冯总的助理王芳。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尖细的声音。王芳，姚婷的远房表妹，技术部的副主管，一个连程序基本命令都敲不利索的关系户。平时在公司唯一的正事就是盯着考勤，谁迟到1分钟都要被他通报批评。有事儿？是这样，冯总说了，虽然你离职了，但工作还得交接清楚。明天早上9点，你来公司一趟，把代码库的权限还有服务器的密码都交出来。对了，冯总特意交代，让你把电脑格式化之前，把所有文档都留下。知道了。还有啊，肖哥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冯总这次是真生气了。你明天态度好点，道个歉，说不定冯总还能赏你口饭吃，给你补发点工资。毕竟你也30好几了，这时候失业不好找工作吧？我拿着手机，嘴角勾起一抹冷意。王芳，你还是多操心操心自己吧。技术部没了，我就剩你了，希望你能接得住这泼天的富贵。说完，我挂断了电话。第2天一早，我准时出现在公司。公司里洋溢着过年的喜庆气氛，前台挂着红灯笼，每个人脸上都带着虚假的笑容。看到我进来，原本热闹的办公区瞬间安静了几秒。那些曾经叫我肖哥、大神的同事，此刻都像躲瘟神一样避开了我的目光。我径直走进技术部，王芳正坐在我的工位上，把脚翘在桌子上，手里拿着一杯奶茶。哟，肖哥来了，挺准时啊。交接吧。王芳拿起 U 盘，
装模作样的插进电脑里看了看。就这些，我记得你平时总开着一个黑色的窗口，上面全是代码在跳，那个是什么？那个也得交出来。他指的是我的维护脚本，那是我的个人工具，不是公司资产，而且我已经删了。删了？小白，你这是破坏公司财产，信不信我告你？告我！入职合同里写的清清楚楚，员工离职需移交职务作品。那个脚本是我在非工作时间用私人设备开发的，从未申请过公司著作权，也不在公司代码库里。我想删就删，你管得着吗？王芳被我噎了一下，脸涨得通红。行，你牛，反正那些代码我都看过了，不就是几个自动重启的脚本吗？我自己也能写。没了你张屠夫，我们还吃带毛猪不成？你那些东西我优化一下，比你做的更好。是吗？那就祝你优化成功。我签好离职交接单，转身准备离开。刚走到门口，冯斌的办公室门开了。他穿着一身名牌西装，头发梳得油光锃亮，手里夹着一根雪茄，身后跟着抱着文件的姚婷。站住！冯斌叫住了我，我停下脚步，转过身。冯斌走到我面前，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从姚婷手里接过一份文件，甩在我胸口。想走可以，把这个签了。我接住滑落的文件，看了一眼标题：竞业限制协议。翻看内容，我不禁气笑了。协议规定，我离职后2年内不得入职任何互联网公司，甚至连自己创业都不行。违约金高达200万，而作为补偿，公司每个月只支付我2000元。冯总，你这是在开玩笑吗？上海的最低工资标准都不止2000，你想用2000块买断我2年的职业生涯？嫌少，小柏，你要搞清楚状况。现在是你得罪了我，我在封杀你。这2000块是给你买泡面的，免得你饿死在街头。你要是不签，我保证你在行业里找不到任何一份工作。我会让 HR 在你的备条里写满人品极差，破坏系统。在这个圈子里，备条确实很重要。如果前东家恶意抹黑，很多大厂都会有所顾虑。但他忘了，我是搞技术的，在技术圈，实力才是硬通货。冯总，竞业协议生效的前提是双方自愿且补偿金合理。这种霸王条款，你留着擦屁股吧。你，小柏，你有种，你给我等着，我看你能硬气到什么时候。冯总消消气，为了这种人不值得。他这种低情商的技术宅，离了平台什么都不是。等他在外面碰壁了，自然会跪着回来求您的。跪着回来，冯总，姚秘书，我也送你们一句话。我指了指技术部那台正在嗡嗡作响的服务器机柜，好好珍惜现在吧，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。说完，我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公司大门。刚走出写字楼，一辆黑色的迈巴赫缓缓停在了路边，车窗降下，露出了一张知性美丽的脸。肖总监，好久不见。我愣了一下，认出了这个人，苏清欢，苏氏集团的 CEO。苏氏集团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，也是行业里的龙头老大。这几年，冯斌一直是苏氏集团为眼中钉，没少在公开场合诋毁苏清欢。苏总，您怎么在这儿？我听说冯斌那个蠢货把你气走了，我是专程来等你的。苏总的消息倒是灵通。在这个圈子里，真正的人才就像钻石，藏不住的。苏清欢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，双手递给我。小白，我关注你很久了，冯斌那家破公司能撑到现在，全靠你一个人在撑着。现在你走了，那艘船也该沉了。来苏氏吧，技术合伙人 ，VP 职级，年薪翻倍，期权另算。最重要的是，在我这儿，我们尊重技术，更尊重技术背后的那个人。我看着苏清欢，心中的坚冰似乎融化了一角。这3年来，我在冯斌手下受够了窝囊气，我想要的不过是一个能让我安安静静写代码，用技术改变世界的平台。苏总，成交。欢迎加入苏氏，走，上车，我们去喝一杯，顺便聊聊3天后的大战。坐在迈巴赫宽敞的后座上，我看着窗外飞逝的街景，心情渐渐平复。苏总，既然我加入了苏氏，那我也送您一份见面礼。哦，什么见面礼？3天后的除夕夜是冯斌公司的跨年流量大促，他们的服务器架构我看过，没有了我的维护脚本，面对1000万级的并发，撑不过3分钟。你的意思是，今晚12点，他们的服务器会全线崩溃，我们可以提前准备好服务器资源，扩容接口。一旦他们的 APP 瘫痪，用户势必会寻找替代品，到时候我们只要推出一个春节不打烊的活动，就能无缝承接他们流失的所有用户。好一个无缝承接。肖白，你这一手可比什么商业间谍都厉害。这一战要是打赢了，我们至少能省下5000万的推广费。接下来的3天，我没有休息。我入职了苏氏集团，迅速接手了技术团队。和冯斌那边乌烟瘴气的环境不同，苏氏的技术氛围极好，工程师们专注于代码，没有那么多勾心斗角。得知我要带队打一场除夕闪电战，所有人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。
我们加班加点，优化了苏氏的接入层，扩容了数据库，准备好了应对海量流量的预案。而冯斌那边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最后的狂欢。为了这次大促，冯斌也是豁出去了。他不仅接了高利贷砸广告，还请了顶流明星代言，号称要创造10亿交易额。我在朋友圈里看到了前同事发的截图，冯斌在公司群里发视频，画面是他和姚婷在办公室开香槟，背景是堆满礼物的办公桌。提走了绊脚石，公司运转反而更流畅了。感谢姚老师的辛苦付出，今晚我们一定能创造奇迹。王芳也在技术群里吹牛，兄弟们放心，服务器负载很低，稳如老狗。肖白以前就是危言耸听，想显得自己重要罢了。我已经把他留下的那些垃圾代码都优化了一遍，现在的系统比以前强10倍。看着这些截图，我只觉得好笑。王芳所谓的优化，恐怕就是把报警阈值调高了吧？掩耳盗铃，自欺欺人。大年30晚上，万家灯火，冯斌在5星级酒店包下了最大的宴会厅，举办庆功宴。听说现场极其奢华，龙虾鲍鱼堆成山，香槟塔搭了2人高。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着预热数据，在线人数不断攀升。我在苏氏集团的指挥中心里，吃着外卖送来的饺子，盯着监控大屏。苏清欢坐在我旁边，手里端着一杯咖啡，神色虽然镇定，但握着杯子的手却有些微微用力。肖白，还有5分钟，你确定他们会崩吗？100%，现在只是回光返照。此时时钟指向了23点59分。冯斌的宴会厅里，倒计时的声音震耳欲聋。3、2、1，跨年大促开始。0点钟声敲响，冯斌兴奋地大喊，手中的香槟喷洒而出。大屏幕上的数字开始疯狂跳动，交易额瞬间破1000万，曲线笔直地向上拉升。宴会厅里欢呼声雷动，姚婷激动地抱住冯斌，在他脸上亲了一口。冯总，我们成功了，我们是行业老大了。然而，欢呼声还没有落下，仅仅过了30秒，原本飙升的曲线突然卡顿了一下，紧接着曲线断崖式下跌，瞬间归零。大屏幕上原本的数据界面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刺眼的红色警告框：系统错误。紧接着，整个大屏幕黑屏了。宴会厅里的音乐还在响，但欢呼声却戛然而止。所有人都愣住了，呆呆地看着那块漆黑的屏幕。怎么回事？屏幕坏了！快叫工程部来看看。冯总，不是屏幕坏了，是 APP 打不开了，全线崩溃，服务器连不上了，用户付不了款，甚至登不上去，客服电话已经被打爆了。什么？冯斌手中的酒杯啪的一声掉在地上，摔得粉碎。王芳呢？快去修啊！你干什么吃的？角落里，王芳正抱着笔记本电脑，满头大汗，手指在键盘上疯狂敲击。但他看着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报错代码，整个人都在发抖。没有了我的脚本自动清理和调度，整个系统陷入了死循环。冯总，我搞不定啊，这代码逻辑乱了，我重启了也没用，一重启就死机，内存瞬间就满了。不管你有什么办法，给我把服务拉起来，每1秒钟都是钱啊，你赔得起吗？我真的不会啊，这套架构太复杂了，以前都是肖白在弄，我根本看不懂啊。肖白，听到这个名字，冯斌浑身一震，他的脑海里突然回荡起3天前我离开时说的那句话：今晚12点服务器全线崩溃的时候，我希望你也这么硬气。社交媒体上，冯氏集团 APP 崩了的话题瞬间冲上了热搜第1，无数用户在下面谩骂：什么垃圾软件，抢到了付款付不了，吞了我的钱不给订单还钱，卸载了，去隔壁苏氏了，人家那边丝滑得很。投资人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打进来，质问冯斌为什么关键时刻掉链子。冯斌看着乱成一锅粥的现场，终于明白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。他颤抖着手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拨通了那个被他拉黑的号码。我的手机在桌子上震动起来，我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来了。苏清欢做了一个请的手势，示意我接听。我按下了接听键，顺手开了免提。喂，肖总，我是冯斌啊，快回来，求求你快回来，服务器炸了，全线瘫痪，你快回来救火！只要你现在回来把服务器修好，之前的30万年终奖我立马给你。不，我给你2倍、3倍。我听着他的哀求，只觉得无比讽刺。3天前，他指着我的鼻子骂我废物，说做人比做事重要。现在，他却像条狗一样求我回去做事。冯总，您是不是忘了？我忘了什么？您说过，在公司做人比做事重要。我现在正在新公司学做人呢，实在没空帮您做事。您那边人才济济，姚老师情商那么高，王主管又那么会优化，这点小问题肯定难不倒他们吧？小白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
我都低声下气求你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10倍，我给你300万现金，你马上给我滚回来！300万，冯总真是大手笔，可惜晚了。我看着大屏幕上，苏氏集团的用户新增曲线已经突破了历史峰值。顺便通知您一声，因为您的 APP 崩溃，用户正在大量涌入苏氏集团。多谢冯总送来的流量大礼包，这300万您还是留着赔违约金吧。你加入了苏氏，你是故意的，你是商业间谍。我是被你逼走的，冯斌，成年人要为自己的傲慢买单。今晚的烟花我很喜欢。说完，我挂断了电话。与冯斌那边的哀鸿遍野不同，苏氏集团的指挥中心内气氛热烈而有序。报告肖总，检测到大量异常流量涌入，峰值 QPS 已经超过了平时的3倍。不要慌，启动备用服务器组，把冯氏集团流过来的用户引导进入我们的春节不打烊活动页面。收到，备用节点已上线，流量清洗完毕，系统负载稳定在40%。大屏幕上，苏氏集团的用户新增曲线如同火箭般蹿升，每秒钟都有数万新用户注册下单。苏清欢站在我身后，看着这一幕，激动得满脸通红。肖总，神了，真是神了！这一战，我们至少省了5000万的推广费，直接把市场份额抢过来了。你是苏氏的功臣，这只是开始。这一夜注定无眠，冯斌的公司彻底乱了。王芳在巨大的压力下，不仅没有修好服务器，反而因为错误操作，导致数据库核心数据丢失，备份文件损坏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！平时不是吹牛很厉害吗？不是说比肖白强10倍吗？现在怎么不行了？啊，冯总，这系统架构太复杂了，只有肖白懂那个核心逻辑，他肯定留了后门，是他害我们。报警！我要报警抓他，他是故意的，这是破坏信息系统罪。但他们心里都清楚，肖白走的时候交接的清清楚楚，文档、代码都在，是他们自己看不懂，也是他们自己把真正懂的人逼走的。整整一夜，服务器都没有恢复。到了大年初一早上，冯斌的公司已经成为了全行业的笑柄。苏氏集团的 APP 在应用商店的排名冲到了第1，而冯氏集团的 APP 因为差评太多，评分跌到了1.0，甚至被应用商店下架整改。广告商纷纷发函要求撤资赔偿，因为没有履行合同，冯斌面临的违约金是一个天文数字。用户因为充值金额无法显示，订单丢失，组成了几千人的维权群，准备集体起诉。冯斌瘫坐在满地狼藉的办公室里，一夜白头。大年初3，资方代表强行接管了公司。冯总，解释一下吧，为什么核心技术人员会在大促前3天离职？为什么技术部主管连基本的故障都排查不了？为什么我们的数据会丢失？冯斌满头大汗，脸色灰败，眼神闪烁不定。他不想死，他想找个替罪羊。突然，他伸出手指向了坐在角落里瑟瑟发抖的姚婷。是她，是姚婷。各位董事，都是这个女人。她平时仗着我的信任，在公司作威作福，排挤老员工。是她非要逼走肖白的，我当时喝多了，被她蒙蔽了。我也是受害者啊。冯斌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当初是谁说肖白功高盖主，早就想换掉他的？是谁说技术人员都是打工仔，随便换个听话的就行的？现在出事了，你怪我？他从包里掏出一叠文件，狠狠甩在桌子上。各位董事，别听他胡说，这是冯斌这一年挪用公款给我在外面买房买车的记录，还有他虚报推广费、吃回扣的证据，我都留着呢。你这个蠢女人，居然敢阴我！他扑上去要打姚婷，两人在会议室里扭打成一团，互相撕扯头发、抓脸，丑态毕露。把他们拉开，报警！我们要彻查公司账目。与此同时，舆论的反噬也开始了。冯斌那句“做人比做事重要”的语录，被好事者做成了鬼畜视频，在全网疯传，成为了年度职场最大的笑话。随着姚婷提供的证据和资方的审计，冯斌挪用公款、职务侵占、偷税漏税的罪行被一一揭露，涉案金额高达数千万。那些原本用于升级服务器、发年终奖的钱，都被冯斌用来挥霍、包养情妇、赌博了。而姚婷也没能独善其身，她作为共犯和受益人，同样面临法律的制裁。他以为交出证据就能立功，却不知道自己早就陷得太深。王芳因为技术失误导致重大经济损失，虽然不至于坐牢，但被行业拉入黑名单，再也没有公司敢录用他。听说他回了老家，整天酗酒，逢人就骂冯斌。看守所里，冯斌穿着黄马甲，剃了光头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嚣张。隔着厚厚的玻璃，律师告诉他，因为数额巨大且无法偿还，他至少要判10年。10年！他想起了那个年会，如果当时给了那30万，或许现在他还在5星级酒店里开庆功宴，还是那个风光无限的冯总。冯斌悔恨地用头撞着桌子，发出砰砰的闷响。可惜人生没有如果。1个月后，冯斌的公司正式宣布破产清算，办公设备被拍卖，
员工被遣散。那个曾经在年会上不可一世的公司，就像沙滩上的城堡，被一个浪头打得粉碎。而那个浪头，就是他们曾经看不起的做事的人。半年后，吃掉了冯斌公司尸体的苏氏集团，市场份额达到了惊人的80%，成为了行业内当之无愧的巨无霸。我主导研发的新一代云架构系统上线，稳定性极强，受到了市场的热烈追捧。苏清欢兑现了承诺，我不仅拿到了1000万年薪，手里的期权价值更是过亿。我从一个租房住的程序员变成了身家过亿的科技新贵。上市庆功宴在上海最豪华的酒店举行，无数人端着酒杯来给我敬酒，说着恭维的话，其中不乏以前冯斌公司的旧部，他们现在看着我，眼里满是敬畏和讨好。我应付了一圈，觉得有些闷，便拒绝了司机的接送，独自一人走在街头。初秋的夜风微凉，吹散了身上的酒气。我看着这座城市的霓虹灯，心中感慨万千。3年前，我只是个默默无闻的程序员，为了几千块的涨薪而开心。半年前，我是个被羞辱的离职者，拿着250块的年终奖份而离去。而现在，我是上市公司的技术合伙人，站在了行业的顶端。这一切的改变源于实力的底气，也源于那次毫不妥协的反击。我走着走着，路过一个老旧的电子城附近，我看到路边有一个修电脑的小摊位，摊主穿着脏兮兮的工装，满手油污，正低头给一个大妈修那台卡顿的老旧笔记本。修好了，50块。怎么这么贵？便宜点，30。大姐，这可是技术活，我换了个电容呢，本钱都要20。我停下脚步，看清了那张脸，虽然老了很多，头发也花白了，脸上布满了皱纹和油泥，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，是冯斌。后来听说他在狱中表现良好，加上供出了更多行业内幕立功减刑，提前假释出狱了。但因为身背巨额债务，名声臭了大街，老婆带着孩子跑了，原来的朋友也都躲着他。他找不到工作，只能靠年轻时懂的一点皮毛技术，在路边摆摊修电脑讨生活。我走到摊位前，冯斌正忙着数大妈给的一把零钱，并没有注意到我。我从口袋里掏出我的备用手机，屏幕碎了，能修吗？能修，换个屏150，原装的贵点300。他抬起头，想要招呼生意，然而当他的目光触及到我的脸时，整个人僵住了，手里的螺丝刀啪嗒一声掉在地上。他瞪大了眼睛，浑浊的瞳孔剧烈收缩。他看着眼前西装革履、气度不凡的我，再看看自己满身的油污和破旧的工装，羞愧、悔恨、恐惧，各种情绪在他脸上交织。肖白，冯总，好久不见。我现在不是冯总了。肖总，您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没那个闲工夫。修吧。冯斌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想到我会真的让他修手机。他颤抖着手拿起手机，看了看，又擦了擦手上的油，生怕弄脏了我的手机。这是定制版的，我这儿没有原装屏，能用就行。好。冯斌像是抓住了什么救命稻草，立刻忙活起来。这大概是他这辈子修得最认真的一次。半个小时后，修好了，你试试。还行。冯斌松了一口气，脸上露出了讨好的笑容。那个肖总，这屏虽然不是原装的，但也挺好用的。您是老熟人，我不收您手工费，给个150块本钱就行。我看着他卑微的样子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我打开钱包，抽出了4张红色的钞票，放在那张满是油污的桌子上。不用找了。肖总，只要150，拿着吧。我转身走向路边，司机已经帮我拉开了车门。临上车前，我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了他一眼。多出来的250算是我补交给你的学费。冯斌浑身一震，谢谢你当初教我做事比做人重要，如果不是你，我也不会有今天。说完，我坐进车里，我看到冯斌僵在原地，死死盯着那几张钞票。突然，他蹲下身子，双手捂住脸，肩膀剧烈地耸动着，似乎在痛哭。黑色的迈巴赫缓缓汇入车流，隔绝了外面喧嚣的夜色和那个蹲在路边痛哭的落魄男人。车内很安静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雪松香，是苏清欢惯用的香水味。司机老陈目不斜视地开着车，苏清欢坐在我身边，手里还拿着那杯早就凉透了的咖啡。他没有问我刚才发生了什么，也没有问那个修电脑的是谁，以他的聪明，大概早就查得一清二楚。现在爽了。他侧过头看着我，眼神里没有了平日在董事会上的凌厉，反而多了一丝笑意和宠溺。爽了，前所未有的爽。我靠在真皮座椅上，长出了一口气，感觉这半年的玉气都随着那250甩出去了，但也挺空虚的。赢了这种烂人，好像也没什么值得骄傲的。肖白，你要明白一件事。苏清欢放下咖啡杯，突然伸出手，轻轻附在我的手背上。他的手微凉，指尖细腻，却带着一种让人心安的力量。复仇只是甜点，不是正餐。你真正的舞台是更广大的世界，不是这种烂泥坑。我愣了一下，转头看他，车窗外的流光溢彩
打在他的侧脸上，美得有些不真实。苏总，你这是在安慰下属？不，我是在提醒我的合伙人。他抽回手，从包里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，递到我面前。给你的，刚才在庆功宴上没来得及给。我疑惑地接过来，打开盒子，里面不是手表，也不是袖扣，而是一枚并不算昂贵的银色领带夹，形状是一个极简的代码符号。这是……还记得3年前吗？那时候苏氏还在初创期，我去挖过你，但你拒绝了，说冯斌虽然人品不行，但给了你平台。苏清欢的声音很轻，像是在回忆。其实那天我就在想，如果有一天这个固执的技术天才能来帮我，我一定要送他一份特别的礼物。这个领带夹我定了3年。我的手指轻轻摩挲着那个冰凉的金属符号。3年，原来他关注我比我想象的还要久。一种莫名的情绪在胸腔里涌动，不是感激，也不是激动，而是一种找到同类的安稳。在这个浮躁的圈子里，有人因为你的才华而等待你3年，这比任何高薪都让人动容。为什么是这个符号？因为在编程里，这是开始的标志。他看着我的眼睛，目光灼灼。萧白，对我来说，你不是我的员工，也不仅仅是合伙人，你是我事业版图里那个缺失的开始。没有你，我的代码永远跑不通。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作为一个钢铁直男，我当然听得懂这句话背后的含义。苏总，我这人很闷，只会写代码，不懂浪漫，也不会哄人开心。而且我刚把前东家搞破产，手段可能有点狠。巧了。苏清欢轻笑出声，这一笑仿佛车内的空气都甜了几分。我也只会看报表和做决策，不懂撒娇，脾气也不好。至于手段，商场上慈不掌兵，我很欣赏你的狠劲。他往前凑了凑，我们的距离瞬间拉近到不到10厘米。我能闻到他发间的清香，看到他瞳孔里倒映着的我。萧白，技术是你的语言，商业是我的语言，但在生活里，我们可以说同一种语言，比如今晚的月亮，或者一起吃碗面。我看着他，突然也笑了。是啊，我在怕什么呢？眼前这个女人，陪着我熬了3个通宵，打赢了除夕夜那场仗，在所有人质疑我的时候，力排众议给我 VP 的位置，在我最落魄的时候，开着迈巴赫在路边等我。如果这都不算爱，或者如果这只是利用，那我萧白这辈子认了。苏总，上面那家面馆不错，但我不吃香菜。巧了，我也不吃。老陈，前面路口停一下。车子缓缓停下，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表白，也没有鲜花和蜡烛。我们就像2个刚加完班的普通同事，并肩走进了一家看起来很不起眼的街边面馆。但我知道，有些东西变了。曾经那个只有代码和冰冷服务器的世界，终于有了温度。或许，这就是所谓的做事与做人的终极答案。当你把事做到极致，那个懂你的人，自然会穿越人海，来到你身边。而这一次，我不用再低头看路，因为有人愿意陪我仰望星空。面端上来了，热气腾腾。苏清欢很自然地把他碗里的牛肉夹给了我。多吃点，技术合伙人，以后公司的服务器还得靠你撑着。放心吧，苏总。我夹起牛肉放进嘴里，味道很好。只要你在，服务器永远不会崩。苏清欢愣了一下，随即笑意在脸上漾开，比窗外的霓虹还要好看。这一夜，风很温柔，面很好吃，而身边的人刚刚好。